小伙伴们看，猫起得真早。这还有每只猫的介绍，看这个白色这只是谁？可能只能是它，因为只有它是纯白的，叫水无月。2021年6月出生，女性。性格那我就看不懂了。还有一只黑的盯着我看，还有一只睡着的。你看，它写的叫猫的浴场 ，Neko 浴场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呀？不能是给猫洗澡的地方它就是玩猫的地方，就猫陪你玩，30分钟2070，还有10分钟的1000。可以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15号星期二，早晨6点10分，天都亮了。今天不跑步了，今天休息一天。然后明天是合练的日子，但是我可能就出现打个招呼，因为还没有完全好，怕传染人家。看这条河，看咱们节目时间长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这条河夏天的时候总跑到这条河边结束。这条河就我后边这一片叫松屋町，松屋就是松树的松，屋子的屋，然后再往那边有一片它都叫瓦屋町，就可能古时候这片都是松树的屋子，那边都是瓦做的房顶的屋子。然后过这条路以后，在这一片我前面这一片，那这片叫什么呢？看这儿有路标，叫南船厂伊丁目中央区。这一片就叫船厂了，因为挨着河。我记得原来我问过一次大河源先生，他说以前这一片是造船修船的地方，因为在河边嘛。这条河一直通到那边的电川河，电川河就一直能通到京都那边，能通到入海口，就西边能通到入海口。看看清晨的大阪街道，跟大家聊聊天。生病这个事儿是有时候挺苦恼的。我看有评论小伙伴说，看我之前节目说的对，刚开始跑步的时候生病受伤，觉得天都塌了。那不光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我也会。到现在上个月的训练状态很不错，然后这个月因为这次突然的生病，我至少要耽误7天的训练状态，而且比较焦虑的是周日的半马。就现在的身体状态明显是感冒的那种，就康复期的状态。那怎么办呢？也没什么好办法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看看到周3、周4身体状态怎么样。如果周3、周4没事儿了，就一切按原计划。如果周3、周4还是现在这样的话，我就真的不好说了。行程都已经定好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台北马拉松的所有事情都搞定了。今年的12月15号去台北马拉松。所以生病这个事儿就没办法，你既来之则安之。但是我还是劝大家，如果现在您比方说这周末没有比赛，然后或者说未来2周、3周都没有比赛的话，身体又没有病，现在去打流感疫苗，因为可能一个流感就影响你一个半个赛季。对，影响你半个赛季，因为比赛都是提早就定下来，就安排下来的，对吧？有时候没办法。我今年还没来得及打就生病了，那这种感冒好了以后，不知道是不是过段时间再打，因为我这应该不是流感，就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。不过我这算是恢复的挺快的，
我就第一天特别难受，之后几天，其实就现在这状态，你让我去跑个比赛也 OK， 没问题。但是就还是那句话，有的时候就说训练也是，你到一定年纪，随着年纪增长啊，就人就对自己没那么狠了，你知道吗？真心话，有时候觉得，那怎么说呢？不像年轻时候那感觉，这挺不好描述的。给大家看看街景啊，我很快就要走到前面的一条南北走向的路上了，这条路叫界津。你看大阪的地铁南北走向的界津是一条，然后玉堂津是一条，玉堂津比界津还宽，玉堂津就穿过本町，穿过新斋桥那边，界津呢就是长窟桥。大河原先生上周末的马拉松跑了2小时57，但是那马拉松确实是规模不大，他是年龄组的第2名，我还以为他也拿一个年龄组的冠军呢。然后总排名是21名，2小时57 21名了。看对面这个中国兰州牛肉拉面。过了界津的马路，我们还是一路向西，我出来就一路在向西。前面你们能看到那2个红灯之间就已经是新斋桥了，是新斋桥的那条商业街的北侧。这边盖了好多这种，就是把这一栋楼买下来变成了酒店。这种其实这楼不大，这边基本上都是酒店和餐厅了，民宅就很少很少了。这月17号就是后天，还有小伙伴要大阪城见面呢，我应该没问题，就肯定是可以去，但是就是跑不跑就不一定了。今天已经周2了，明天周3，如果就照现在这个康复程度，那不知道周末什么样啊，对吧？你们看我也焦虑，没有不焦虑的，焦虑是常态。因为焦虑是什么呢？我的分析，焦虑是你有目标有梦想才会焦虑。如果你说我每天都无所谓，那就不焦虑嘛，对吧？我过成什么样我都觉得挺好的，没有期望就没有焦虑，有期望才有焦虑。你看看这家，这几天打算来这家尝一尝，发现的一家店，就是卖这种东西。猪排的米饭配半熟蛋，说这猪排特别带劲。然后不光是这个，比方说我今天早上收到小伙伴的评论说，北京又雾霾了，但是呢，报名了天津的马拉松，又刚刚感冒好，想恢复训练，但是这一雾霾又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我是这么跟他说的，我说看你想要什么，想要成绩的话，那就只能顶着干。我对雾霾的态度或者对污染的态度是，我们这一生可能会经历好多好多的损伤，不差那一点儿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但是如果您就想要我健康锻炼身体，差那一天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。然后我跟大家说的是，如果您是上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刚好，那可能污染会对上呼吸道有更多的刺激。我觉得建议可能停一天，但是看看刮不刮风吧。不刮风的话，停一天好像也不太管用。不过现在好多了，真的好多了。我刚开始跑步那2年，2014年、2015年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在北京生活过的，那基本上就是就冬天就不能就如果按现在的标准，或者就哪怕按当时的标准也不能跑步，那太可怕了。昨天晚上高驰群发了个公众号的消息，是不是？我之前好几次直播的时候跟大家闲聊，我其实没有内部消息，我就是猜，因为我觉得快该发新品了。那咱还是半个业内人士，是不是？给大家看看这个啊，刚说到高驰，这个地儿就在就前面一点点，就是新斋桥商店街，大家老看到的那个入口。这是今年新开的他们的一个直营店，佳明的新塞巴西的直营店。看这儿就是
新斋桥的双电街的入口了。大家来玩的话，一般都从这儿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哎，绿灯，走进去看看。有几次早晨晨跑，比这特早的时候进来过，那时候比现在人还少。这个优衣库是去年新开的，原来这角这儿没有优衣库，优衣库要往里走好远。这边的商业开的都很晚，基本上很多店都是11点。大商场可能是10点半。你看哪儿都一样，你经历过一个晚上以后，这些垃圾早晨会有人来收的，因为这一片太繁华了，全都是来玩的，就跟北京的三里屯似的，没办法。昨天还不是周末呢，要是周日早晨来这儿，特别带劲，全都是一帮喝大的在边上坐着的，看没？这是 Essex， 它也11点才开。然后这家你们看，这家叫 Tokioka， 这家就是，就是那次，就是那家卖名表什么那家店，就是那次被刺伤然后去世的一位店员，然后那个人刺伤那个人抢了表以后就跑到机场，后来被抓到的那家店，就是这儿。这家店现在还在正常营业。这个店面特别不起眼，我原来都没有留意过。然后这个 Sugi 是一个这边比较大的药局，像我们家里的日用品什么的药，还有就是日用杂货吧，都在这儿买。这就是我老说的帕路口，对，它的正确发音是帕路口，就是那个 R 是要发音的。这家店的地下2层的餐厅特别好吃。那天看一特别逗的社交媒体，有人发帖说一定要警惕总带你去商场地下1层，他写是 B1 吃饭的人。我说那完了，我去 B2 吃。那趁着早晨在维修，这都是白天看不到的景色，白天车不让进来的。然后这家有名的户外越野的店，有时候会排队，就可能不知道在发售什么。然后前面那个 Nike 的直营店是新开的，以前是什么我忘了，就是它在那边，原来 Nike 的直营店在苹果直营店那个路口那边，那儿已经关了，换成别的了，在装修。然后这家是大丸百货，这家地下2层也特别好吃。这两家现在其实是一家，上面都是连着的。行吧，我前面左转往家走，跟大家又聊了一个早晨。其实有时候我也担心，说点零零散散的，没什么主题的，是不是你们不爱听？后来想想，把大家当老朋友聊聊天也挺好。那次我还在这条街上前面的阿迪达斯试过鞋，试过当时那个奥运配色的 Pro 3，我也是觉得那个鞋的鞋面不太舒服，而且当时我觉得怎么着快出下一代了，我就没买，因为要原价买，也没有优惠。那掉头回家吧，这个地儿距我家1公里整。行吧，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我这个感冒的事儿。屏幕前小伙伴们，如果你紧邻比赛遇到了受伤或者生病，其实啊，就我说句实话，生病只要你就像这种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，你不是严重的流感，不高热，或者甚至说不发热，然后没有严重的被动的咳嗽，你说我就去
我就坚持，我就轻伤不下火线，直接上赛场也行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有人说什么心肌炎啊什么的，我这么跟您说啊，就算您发烧锻炼，那个也都是极小概率事件，真的是绝对是极小概率事件，你不能说没有，肯定有，但是它真的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。我记得特清楚，我们上中学的时候，为了中考练1000米的时候，我们的体育老师，因为我们体育老师都是，我不确定是哪所大学，但是都是可能不是北体大的，就是什么的，说你们这跟我们比差远了。我上学的时候发着烧，11个400米，每一个都在多少秒以内，我忘了。男老师，那我就知道就没事儿，就好些东西啊。知道的越多，有人说知道的越多，恐惧的越少，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，知道的越多，恐惧的越多，或者说你可能知道的那个东西比较的，就它不够全面，因为好些东西就像我经历的，为什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历呢？就是因为好多经历其实很多人是不说的，你只能看到他发光成功的那一面，你看不到他可能因为受伤，可能因为生病，可能因为各种的问题而影响训练、影响比赛的那一面，对吧？就像芝加哥马拉松，假如人家赛前宣布退赛，他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，他经历了什么，对吧？这家特别好吃，这家是一个炉端烧，就叫丽，它全品300，加上税是330，就是你点什么都是330，除非有特别标价的，特别标价的好像只有一款，就一个那特别大的虾是卖500。行吧，那今天跟大家有的没的闲聊两句，我回家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你们看我声音啊、神态啊，是不是也好一些了？今天已经进入那个起来有比较多的呼吸道分泌物了，快该好了。咱们明天再见。